为了你，我绝不能失败。别紧张，职业适应性评估并不难，只要真诚作答即可。职业引导员会根据测试结果，为你分配最合适的工作。别在那一脸苦相的蹲墙角啦！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干。不理我，我好歹也在稳态舱前盯着你看了178天，远程观察了你411天。你竟敢忘了我这张可爱的脸！你是数据研究所第11任所长，比你高的那位是你的学生。你故意点出比我高有什么目的？谁在我没盯着你的6小时里指使你啦？我不知道，我没有。老师，你这样会吓到他哦。
对付萧晨的人就得来点有劲儿的话，知道吗？我喜欢培养零基础的学生，这会让我很有成就感。可我还在稳太仓时，你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你说你最喜欢聪明、漂亮又体贴的学生，如果可以，最好再淘一个收纳能力强、能帮你妥善规划房间布局，同时聪明、漂亮又体贴的学生。啊，老师，谢谢。生我气了，哎，都怪你啦！怪我吗？确实，你怪了我很多次。明明是电路故障才会导致观察室灯光异常，你却在事后说是我的稳太仓故意间歇性偷电吓你。你还会往稳太仓外壁涂鸦，而一旦忘了在市长视察前擦掉，你又会辩解，是我的不可视之手操纵了你的意识，强迫你画下了这些东西。那不是涂鸦，是希望你早日离仓的祝福。只是老师不擅长画画，所以才会是那副影响市容的样子。哼，多嘴。来，有活了。在本次行动开始前，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补充，你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没有，所以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倘若手为一项与世界命运息息相关的惊世发现，可发现本身又不得世人认可，作为天才，你会怎么做？理所当然的选择。不过留给你的时间仅剩22天，你有信心将这项发现证明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吗？啊，你就不能配合我一次？温馨提示：在你向幻想朋友寻求心灵慰藉时，现实时间也不会停滞。哎，不是幻想朋友，是我深度思考的协作者。懂？那你有对我说的话进行过哪怕一次深度思考吗？就比如，我不必执着于徒劳的努力，时间自会让人们察觉短视的错谬。纵然我会为高傲付出与其一同葬身大海的代价，但那又如何？一瞬的胜利已足够让一位天才含笑死去。守着我！既然我努力就能活着，我又为什么非要含笑死去？看吗？不假思索地否认协作者的话语，正是你抗拒深度思考的表现。错误绝非浮冰，而是碎裂的冰湖。在我看来，你已迷失其中。好了，别总找我玩自问自答的幼稚游戏，还是学学你腼腆的好朋友，在做什么大事前，先对自己说10遍“加油，西纳迪亚在看着我，我一定能行”吧。他的方法不适用于我。哇，
原来你背着我和他试过，我才没！想让我陷入自证陷阱，想得美！我想让你离开，你该安静点了，别影响我评估这些刚从神明大人家里离开的。我似乎听到了只有在克拉丽赖床时捏他尾巴才会听见的声音。你脑子里只有这个吗？我那么多悦耳的芬芳之语哪去了？还是说回正题，主教他们依旧没有在月球范围内发现维塔，而在系统范围内，阿杰塔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寻梦者和蕾耶拉坠入数据之海时发现的那根羽毛，阿杰塔尝试了各种方式对其分析，同样是一无所获。维塔，还记得吗？松雀在封印诀之后也神秘失踪了好久，等到葬礼那天才突然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那会儿刚好是他的头七，算算时间，自我们来到地峰确实满1周了。所以我建议明天再聊维塔的事，说不定他今天什么时候就会从羽毛里死而复生。相较之下，还是希娜更让人担心。希娜和纳赫拉在为拥有没告知蕾耶拉的秘密而烧伤摒弃时，我就已经察觉到不太对劲了，可我却因为当下的气氛太轻松，没有在后续找机会询问。如果我能更上心一点，第二天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件事了？希娜，在积劳压垮身体前，通过不断复读我很好，我没事，和在关注度极高的场合公开露面2种手段来维持健康的公众形象。如各位所见，这就是地峰的神明希纳迪亚糟糕的工作生活平衡。幸好他不是在带着你们兜风时陷入微睡眠状态，只是虚弱到小蕾耶拉喊了5、6次才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又栽回去罢了。这是今年的第5次，上一次就在1个月前。如果我能更快长大，如果我能帮希纳迪亚做更多的事，她也不至于这样。那下一个被累倒的就是你。唉，真让龙头疼。我明明早就把正确答案告诉希纳迪亚了。果然还是得再跟他好好强调一遍才行。眼下还是先想想该找什么借口撑过希纳迪亚静养的时期，以免地方民众担心吧。尽管我是如此想向所有人宣告，他正在忍受的痛苦是无曾见过的所有智者与英雄想象的总和。自那之后，因为希娜状况不佳，我没能向她询问为何会梦到维塔和基安娜，和她一起参观主城区的事也同样因此搁置了。作为地风人信任顺位的第2名，蕾耶拉以神明外出开拓新城市为由，暂时接过了希娜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一边协助蕾耶拉，一边照顾希娜，等待其康复。而今天，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只要神明康复，危机就会迎刃而解的想法固然没错，却也让我们的视线过分聚焦于希娜。万一地风的危机就建立在神明无法出手的前提上呢？同感。希娜究竟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活力？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是第4次的5天，第3次的1周，又或者是第1次的1个月？根据我的调查，民众对这几段神明不在的日子里发生的变化感知极弱，连最权威的数据之海研究所也没有发布什么异常报告。而这恰恰是我最在意的地方。要知道，地风科技发达，几乎都要归功于一位过分拼命的好神明。他耀眼的光芒，常使人们轻易认为自己也会发光。可一旦放眼洛星漫长的历史，你就会立刻发现，地风人其实还是仍处于童年期的原始人。意思是，异常必然存在，
只是地方人目前还没有掌握能将它识别为危机前兆的能力。没错，在蕾耶拉与纳赫拉分身乏术，利托斯特久离不归的时候，我们能依靠的恐怕只有身为未来人的自己。不瞒你说，这正是我今天召集大家的原因。我相信，即便在这个时代，也一定会有人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你所说的童年，并尝试将其跨越。如果预感没错，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参观纪念馆时，希娜提到过他的名字，我后来也打听了他的去向。他现在就在数据之海研究所工作。也许他早就注意到了某些与数据之海相关的异常，毕竟他在欧夏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个，而且还是所有人中研究最深入的一位。我相信他一定能为我们的危机调查行动指明方向。真的假的？该找的不该找的人我全找了一遍，结果你现在告诉我研究所还有大能。真相只有一个，他们要找的大能就是你。没错，才怪嘞！如果某人说的话完全投我所好，那么十有八九是出自一种原因。相信我，那个蠢蛋听完之后绝对会想，哇，这些人说话真好听，我宣布他们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等他跟我们去到偏僻的地方，我们就出手逮捕他。天才，哼，定叫他有来无回。我请你算算，我识破了几次这样的骗局，又从研究所的人手中溜掉了多少回？你说的有道理。所以，你怎么还在这里？当然是因为石有一儿，石有一儿他们真的和我一样，也在这。2只，不，3只尾巴。赫利亚还真没说错。赫利亚，让我多拉一会儿床吧，求你了。好啊。他们发现我了吗？不，我闭气的时机十分精确，藏身的位置也足够巧妙，他们不可能发现我。要是发现了，干嘛现在不过来？嘿，因为8、9的风险，放弃1、2的可能，想得美！我偏要看看你们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是我的错觉吗？总觉得毛似乎比之前暗淡了一些。这可算不上有力的证据，还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比较好。赶紧跟上去吧。我懂了，肯定是没带钱包。哎呀，年轻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出门计划，刚起床心思就飞外边去了，哪还有闲心检查随身物品？只要相信昨天的自己就好了。不像我从不会因为这种事。等等，我钱包呢？我没带吧？不会吧！终于找到了，看来衣服口袋太多也不是好事。我们走吧。呀，走这么快，我要怎么追啦？难道我只能去做那种事了吗？如果有选择，打死我都不想做呀。杀鸡大人，对不起，我会十分非常特别小心，绝不误伤您造价不菲的躯体。希望您能理解我的苦衷，等我把事情解决，一定补交3倍车费。搞定。
新刊榜单现已发布，娱乐小报诚信其报业黑马，有报社称取消了神秘娃娃的光。小报封稿记者现已发文，将与原报业巨头侧面对决，敬请期待。奇怪，他们先了一班车，怎么现在才到？听起来他们去了晴宫区。仍在建造的蜀影区，作为行动失败的退路，你也未尝不可。不，一旦提前留下退路，全力以赴就成了笑谈。而他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又是否能坚持到最后，也仍未可知。说是说，升降装置的减震系统还是做得太好了，做得稍微差一点，不就能成为额外收费的游乐项目吗？这是准备分头行动？好突然呢！嘿，不过没关系，我还能继续跟踪。他好像叫科拉利，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性格应该比较单纯，整体给我一种软乎乎的感觉，就像他的尾巴和耳朵一样。哼，就算跟踪失败，想拿捏妹妹型的同龄人，只要表现得比对方更有气势就够了。而我，恰是这般成熟、知性、优雅的女子。如果她非要来硬的，凭我的装备，和她过上几个回合也完全不虚。决定了，先跟踪、观察克拉丽吧。准备坐观光船吗？哼，我可是年卡会员，待会儿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原来不租船啊，那是在寻找最佳角度拍照。鄙人粗通摄影，倒有几招能教教你。想在走道尽头抓我，你敢抓我就敢跳湖塘。不对，要跳的是他。你有什么烦心事都可以说给我听，如果我能帮到你，我一定会尽力去帮，所以答应我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好吗？可人家刚刚只是想以粼粼水波为镜，欣赏自己的美貌呀！啊，这不是给我撞邪了吗？为什么要惊讶？难道你觉得人家不够可爱？不是，我觉得你很可爱，特别是耳朵和尾巴，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总之就是很可爱。那要来摸摸看嘛，就当是吓到你的补偿。对，再走近一点，这样我才好握住你的手。握住手，然后把我摔进湖里。你绝对是这么想的，绝对！谢谢你，不过我还
有事我先走。说说你的目的吧，这位小姐。交朋友的方法有很多，我不认为跟踪是。对不起，我跟踪你们不是为了做什么坏事，我真的只是想和大家交朋友而已。游云老师，老师，大姐姐，你认识我？虽然腿还有点软，但要逃我绝对能逃掉。来吧，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研究所的人。我有个朋友特别敬仰你，一直尊称你为游云老师。如果你觉得很别扭，我还是喊你游云吧。奇了怪了，自从看见我的脸之后，寻梦者的态度就变得特别顺从。难道她才是那个容易吃可怜妹妹这套的大姐姐？大姐姐，我喜欢有趣的事。既然你已经喊了我老师，不如维持现状吧。克拉丽和赫利亚姐姐不用勉强自己，喊我游云就好。是克拉丽姐姐哦。是克拉丽姐姐。我冒昧的问一下，克拉丽多大了呀？和年龄没关系，如果你今天是喊赫利亚姐姐，就必须也喊我姐姐。反之，如果你觉得喊我姐姐很奇怪，就不能喊赫利亚姐姐。这种事需要在意吗？个子高的人不准说话。我果然还是不喊两位姐姐啦。请务必也不要喊我姐姐，这是我一生的请求。那我岂不是成了这个小团体里地位最高的人？这是什么连环计的一部分吗？游云老师，能请你稍微解释一下你跟踪我们的原因吗？那个，蕾耶拉之前跟我约定过，她今天会带新朋友见我，可我来的时候只看见了你们。我有点社交障碍，实在没勇气在蕾耶拉不在的场合下现身，但我又很想认识你们，所以才会悄悄跟在你们后面，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哦，我记得这附近有电话亭对吧？我现在就给蕾耶拉打电话。不准打！谁都好，快来个人救一下呀！克拉丽，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就不用特意打电话求证了。好耀眼的光芒，这个人是天使吧？我现在说这是破冰的小玩笑还来得及吗？喂，他可是你引了无数次发言的游云老师哎，我哪有胆子质疑他？你知道就好。对了，如果可以，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游云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下数据之海研究所？我们有一些很在意，也必须立刻确认的事情。当然可不行！现在是工作时间呢，要是随便带非相关人士过去，我一定会被所长痛骂一顿。可今天是地风的休息日吧？蕾耶拉加班我可以理解，研究所也要吗？研究所实行大小周工作制度，今天对研究所来说还是工作日。那你一直在外面待着，就不怕所长发现之后痛骂你一顿？这个我知道了，游云老师，你一定……他们绝对是研究所派来逮捕我的卧底，感情之间都是在套话呢。我必须立刻撤退，要是在这里被抓就全完。你一定是因为之前加班太多，今天调休吧。你难得休息，全用来费心招待我们也不好。我看不如随便带我们去个适合聊天的地方转转好了。他都这么说了，我要不要现在就带他们去我的秘密基地，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不，他所展现的体贴是他的涵养，与信任无关。我也不认为如今的自己已经取得了他们多少喜爱。还剩22天，能让我试错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只是随便可不好。嗯，蕾耶拉多半是因为太忙才没有和你们同行吧。在神明外出的日子里，所有活都堆在他身上了。我不想因此打扰他，也不想扫了你们的兴。蕾耶拉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什么都要代替他好好招待大家。跟我来吧。在那之前，还是先处理一下。游云老师完全没注意到呢。克拉丽组长、赫利亚组长，你们好啊！你好，你是列西特工队的人？是啊，多亏你们，我今天才不用加班。2个人4天就干完了我们小组3个星期的活。不得不说，你们这种实力，也就是利托斯特队长才有能耐碰一碰了。哼，不瞒你说，其实他碰不过我们。居然这么厉害，我还真是捡到宝了呀！说起来，3位怎么会和这孩子在一起？大哥哥，我不是什么坏孩子了。却是个特别麻烦的孩子。啊，算了。谢谢。你是不是和神明大人一起打败了灵氏的那个娃娃的本体？主要还是你们的神明大人在出力，我当时一直在给他添麻烦。说什么呢？我超欣赏你在掐掉直播前往灵氏脸上狠狠招呼的那几下，真解气啊！我对这件事有所耳闻，没想到主人公就是他。心怀正义的同时具备大无畏的勇气，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对了，你们想尝尝我们店新推出的咩咩某某好喝的呼呼茶吗？我请客。什么某？是咩咩某某好喝的呼呼茶，我喝过几次，很好喝哦。咩什么呼呼？是咩咩某某啦！你到底……我来分享一个好记的方法吧。咩咩是羊，某某是牛。咩咩某某就是说这杯茶带有草原的芬芳，而呼呼呢是说这杯茶能给人躺在草原上呼呼大睡一样的舒适感。怎么样，你理解了吗？克拉丽，现在你没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对不起，那你要喝吗？要一杯吧。要什么请大声说出来。我们游泳老师刚刚不是才分享了好记的方法吗？难道没用心听的人其实是赫利亚？当然不是。那我也要一杯咩咩某某好喝到呼呼茶。你也要一杯，对吧？既然小妹妹知道店在哪，那免费饮用券就给你了。好的，谢谢大姐姐。地风散心地好评榜第5名，游鱼老师个人推荐榜第1名，我的沉思之所，内省之地，福池广场。大家也许会想，什么？他竟敢不把第1名颁给拥有最佳观景视野，能同时看见3颗卫星的凝星台？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看法，并且认为你们没有爱上这里，只是时机未到。我没去过凝星台，也是第一次来福池广场。但我相信游云老师的审美。谢谢这位听众。等等，你都没去过，那中央公园呢？在你迄今为止的人生里，应该不会错过这个吧？如果游云老师之后哪天愿意抽时间带我们这些外地人转转，那就再好不过了。外地人？
只是离开地封向外开拓一段时间，可算不上外地人呢。你们外到什么程度？地又是哪块地？不对，除了地封，洛星现在也没有第二个宜居城市啊。哦，我完全理解了，这又是破冰的小玩笑吧？哈哈哈，还挺有趣。游云老师，我其实没开玩笑，我很认真。寻梦者，你对游云的心理承受力太放心了吧？以后在说出这种超展开的信息前，还是多铺垫一下比较好。确实，连8岁的我都会在划着自制小船冒险前留下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的字条呢。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不过，既然能在机缘巧合之下提前见面，直奔主题，也能让大家尽快达成共识。话说到这个份上，不如再坦诚一点吧。游云，寻梦者或许可以被称作外地人，但我和克拉丽是实打实的外星人哦。也许凝星台上看不清地球，但我们确实是邻居。外星人，哈哈啊！这个笑话也挺有意思，感觉和大家的距离又变近了呢。俗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而近火一旦不加遏制，便会立刻殃及近邻。从任何角度说，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大魔王克拉丽女士决定在这里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请你务必加入我们的队伍。洛星和地球需要你。需要我？我明白游云老师对研究所的事遮遮掩掩，一定是因为什么不能说的难处。至于你跟踪我们的意图，我也不打算在这里问出答案。我只是想告诉游云老师，无论你想做什么，我们都会帮忙。你不必勉强自己，像我向任何人证明一件你早已拥有之物的存在，因为它就在这里。我原本的计划是，如果跟踪者对我见死不救，我之后就严刑逼供；如果跟踪者出声阻止，我就好言相待。谁知道你猛冲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是因为受过训练，所以没摔到哪里来，可你就……总之，对不起。游云，我帮你处理一下吧。消毒的时候可能有点疼，不过很快就结束了。游云老师，既然是第一次来，怎么能少得了纪念品？等我一下，有惊喜啊！我在做什么呀？小妹妹，你有你的理由，姐姐也有姐姐的理由。只是一件伴手礼，就算明天再买也不要紧。你能承担理由不被接受的代价，但姐姐不行。若你没有守信，我就要自己贴上亏损，老板可能也会因此对我抱有意见。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和他们同行的机会，我绝不能空手回去。你还不如说你是初中生，让我免费送你呢。一般情况下，只要客人愿意主动给出可靠的身份信息，借个人情就借了。但我不理解，就几个字儿的事儿，姓名、地方居民证号码、工作单位或者学校地址，说一下有这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理由？我先走了，对不起。
对了，不是还有奶茶券吗？看，我的惊喜就是帮你们带回来奶茶。奶茶在做了，小妹妹可以稍坐一会儿，不用一直站在门口啦。啊，谢谢。需要我？哼，你们真正需要的人，才不会像我一样整天烦恼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估计他们还是想借我的关系，去数据之海研究所找其他人吧。什么外星人，连我编故事都要打草稿呢，他们还真是张口就来。考虑到大家互有所求，而我这边的事相对更麻烦，所以在这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关系里，比你们多努力一点也没什么。小妹妹，你是数据之海研究所的人吧？是啊，如果想了解什么相关的问题，大姐姐都可以问我。你是不是白鹿游云？小鹿一样的大眼睛，撒着可可爱爱的双马尾，我一看就觉得你是。你们所长昨天才来过，说如果我们见到你，请务必立刻联系他呢。怎么啦？难道是碰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所以才暂时逃出了研究所？悄悄告诉你，姐姐过去也有这种厌学的时候。我不是白鹿游云，姐姐你误会了。第一杯奶茶做好啦，你先拿着喝吧。稍等一下，我这就联系他。不可以！你，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没关系，交给姐姐吧，所长很快就会来接你了。对不起，所长叔叔。寻梦者啊，赫利安和克拉丽呢？你不能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都有各自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糊弄你的老师，至于我来负责打破游云老师的心之壁。看来唯独你的特质我没有猜错，你果然是一个会冷不丁冒出一句击破人心房的话，再让对方陷入自己节奏的人。这是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来的技巧，要怪就怪他去吧。你的老师？虽然时间紧迫，但世界暂时还不会因为一次对话而毁灭。怎么样，想听听我和他的故事吗？节奏都被你掌控了，我哪有选的余地吗？不是为了躲避什么而奔跑的感觉，真好。啊！别回头，你什么都没听到。你这不是知道中央公园在哪儿吗？外地人。原来这里就是啊。看来我的直觉没错，所以好啦，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会认真听。我的老师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处在聚光灯之下的天才，而我
则是在职业分配会中苦等2个小时，才终于等来他的普通人。就因为喜欢培养零基础的学生，所以才将我收入门下，给我免费公寓住，还有事没事就和学姐来我家团建。你说，天才都这么奇怪吗？奇怪，这不是很正常我没有自封天才的意思哦，只是站在旁听者的角度和你的老师产生了共鸣而已。我就很享受无中生有、积少成多的感觉。生态缸如此，存钱罐如此，零食角如此，看着一个人空空如也的脑袋被知识狠狠灌满也是如此。老实说，能碰到这样的老师，你很幸运。是啊，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样的生活。进入老师门下之后的每个工作日，我都努力完成老师和学姐交代的任务，而休息日除了偶尔参加团建，我基本都待在家里，不是啃老师推荐的书，就是改论文，而时间就这样如水般流逝了。虽然很想这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那时的我而言，时间更像是彼此割裂、毫不相干的碎片，将它们一一拾起，并不会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我。一旦我离开被课业、任务、团建填满的碎片，来到碎片与碎片之间的裂隙独处时，惶惑就会立刻侵占我的身体。它来自充满了修改痕迹与大量批注怎么都写不好的论文，来自拼尽全力也难达预期，每次都要老师和学姐收拾烂摊子的任务，当然也来自即便活得如此迷茫，如此不知所措，也依旧会对我投来羡慕与赞赏的人。当然也来自即便活得如此迷茫，如此不知所措，也依旧会对我投来羡慕与赞赏的人。怎么样？对这里的房子有兴趣？又是你。唉，有些人的起点，还真是别人一辈子的终点。以后还是换一条路回公寓吧。我记得你是洛尘雪的师妹。哎，你有考虑毕业后做什么吗？如果还没有确切的想法，要不约个时间来我们公司参观一下？不用了，您找研究所其他同学吧，他们比我厉害多了。可他们的老师不是我应该换个说法，能被游云大老板看上的人，一定具有非凡的潜力。你和他们不一样。是啊，我们确实不一样。同为数据之海的孩子，只有我得到了这样的生活。同为数据科学研究所的学生，只有我可以在没做出任何成绩前，轻易得到未来的保证。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故事是独属于幸运者的故事。或许就连我为他人感到的不甘，都源自某种我并没有意识到的高高在上的悲悯。它绝不纯粹，因而不配得到共情。惶惑的裂隙在不断吞噬我的茫然的过程中愈发庞大，有些时候甚至只要和新鲜的目光有所接触，我就会呼吸困难。为了活下去，我开始尝试一个笨拙但一定会有效的办法。你确定要把参观资格给我？这不好吧？我已经帮你背书了，只要你好好表现，一定能打动那个商人。那我试试吧。谢了。还有一件事，请帮我向博土带个话，后天晚上8点可以去甜蜜舌尖逛逛，他一定能收获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请看，限定款雅哈可乐，配上别回头看游戏厅新推出的游戏，
想必2位小姐一定能度过一个十分开心的夜晚。我拿筋膜枪都没有抢到的东西，你是怎么……简单做了下兼职，再加上和老板关系不错。最近上午、下午课都挺满，你还有老师布置的作业要做，到底在用什么时间兼职啊？不重要了，比起这个，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打游戏吧。10战9胜，真的假的？只能说不愧是游云老师。对了，陈学姐，这个送你，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关照。时尚志编辑本周亲情推荐的耳钉，这款很贵，你哪来这些钱？哎，别问，问就是兼职。大家因我而展露的笑容是如此动人，光是看着，就让我产生了一种自己一定得到了什么的充实感。在决定这样生活之后，我终于可以大口呼吸了。今天的兼职结束了。下班啦，快回家吧。你看你的黑眼圈都挂到哪里去了？尤莉亚，之前的事，石墨老板怎么说？哦，他说可以帮你淘到你准备送给游云的书，但是希望你可以在古墨多兼职几天。他说咱们古墨运转到现在也没怎么盈利，所以不太能免费帮忙。不然这样，我今天回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游云老师帮古墨宣传一下，这样他往后能淘到好书，古墨说不定也能因为游云老师的宣传被更多人看见。可我记得昨天闲聊的时候，你说你们下周3要考试哎，不然还是放一放这件事，先好好准备考试吧。放一放，无人能保证松手后，所求之物还会留在原地。光是握紧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就要拼尽全力，又怎么可能会有随心而为的余裕？不过，既然能够适应失败，想来我也一定能够适应疲累。我当然是全都要，别担心，问就是我今年1岁，身体抗造。又来了。哎呀，得买一杯咖啡才行。晚上好，安杰。我准备下班了，所以不管你这次再用什么理由，我都不会给你做咖啡。我们晚上本来也只卖面包。真的不行吗？寻梦者，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啊？为一双饱含热望的眼，为百千人纵意的欢笑，为你，为我梦见的所有。别这么肉麻。那为了陈学姐，为了游云老师，为了我最爱的欧夏。哎呀，你这人听不见一句老实话。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做什么都要趁热打铁。今晚通宵想想古墓的宣传方案，如果顺利，等游云老师明天上午开完报告会就能看到了。复习稍微推一推也没关系，还是别人的事更重要。只要能帮到大家，撒谎也无妨。心需要背负的代价，甚至无法与辜负他人的愧疚一同置入天平称量。黑色的狗。全都是那只狗干的吗？
看成这样，明天上午的报告会绝对要延期了。稍微拖几个小时，还是改到另一天，全都会影响游云老师看我方案的时间。不然我今天晚上复习。不行，今天已经周4了，周末不能打扰游云老师，所以我要么明天给他看方案，要么下周1给他看。可是下周3要考试，脑袋好乱。但我不能停下，一旦停下，无法掌控的现实就会将我又一次拖入惶惑的深渊。不管了，至少先让身体动起来。啊，这是……第10天，在游云研究员观察期间醒来，神情呆滞，肢体间歇抽搐，口中呢喃不断。调用语音分析系统，初步识别为西，判定为不具备自理能力，无法离舱。第127天，在陈雪研究员观察期间醒来，神情呆滞，对外界刺激无回应，判定为不具备自理能力，无法离舱。第259天，在陈雪研究员观察期间醒来，时而愤怒到拍击舱壁，时而悲伤至抱作一团，判定为情绪不稳，无法离舱。第458天，在游云研究员观察期间突然醒来，猛烈拍击舱壁，将其吓哭，判定为恐吓研究人员，无法离舱。第580天，在游云研究员观察期间醒来，语气问好，令人欣慰的变化。从时间来看，这只会是游云老师和陈学姐对我的观察记录。可为什么我根本不记得第580天之前发生的事？除却困惑，萦绕心间的还有恐慌，二者的强烈搏斗全然掩过了我的心跳。触碰影子的瞬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脏，重叠了无数个日月的悲伤、痛楚、思念与孤独，几乎要将我瞬间压垮。我不会辱没你的面，我将沿着你的路继续守望的。强忍泪水，一次又一次尝试。可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我又要多久才能走完？如同以卵击石，一次又一次失败。伤痕堆叠的恐惧，最终化作歪曲的执念，吞噬了那颗坠入永夜的心，徒留一道自我心底而起，响彻灵魂的悲音。为了你，我绝不能失败。原来游云老师也有如此迷茫的时刻，但他终究是他，而我只能是我。我真的值得你们对我这么好吗？原来根本没有任何人愿意给我工作吗？如果没有游云老师介入，等待我的就只剩返回稳太仓接受观察一种结局。糟糕，狗不见了，数据监控室也没有复原。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只会被当成犯人。不，我必须离开，必须在卫夏赶来之前逃到任何人都找不到我的地方去。卫夏从前面过来了，我必须换个方向离开。
就去老地方吧，那里一定没有人。这地方挺宽敞，介意多一个人吗？不说话，那我就当你默认了。寻梦者，如果我说引诱你来到数据监控室，又让你恐慌到逃跑的一切都是幻觉，你信吗？我惊恐地向老师诉说了今夜的遭遇，可他却给出了超脱预期，甚至同样可以归为幻觉的答案。除了被误触的警报，数据监控室没有任何异常，我也只是在原地呆站了15分钟。可云云老师和陈学姐的录音，我的社会适应性报告，都是我实实在在确认过的资料，还有那只狗。那你之前怎么不记得录音日志里发生的事，却唯独记得我因为各种小事怪了你很多次？也许我在稳太仓中的每一次沉睡，都会重置短暂清醒时的记忆，而我记得的那些，全是第580天之后发生的事。你当自己是谁造的数据生命？出这么多 bug 不说，每次睡觉还都能把自己睡格式化？不经过严谨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培育，就随便把造物抛到世界，这样的造物主和乱扔垃圾的熊孩子有什么区别？果然，我是垃圾啊！不是，那个老师肯定不是在说你啊，只是一时兴起想的比喻，别抠字眼了。你只记得鸡毛蒜皮知识的原因只有一个，你喜欢安静，享受睡眠，而我太过任性妄为，你真的忍了我很久，所以印象深刻。虽然确实忍了很久，但我不觉得。好了，伤老师心的话就此打住。所有从数据之海诞生的人都会置入稳太仓观察一段时间，以此确认他们是否具备正常生活的能力。偶尔也会出现因长时间沉睡而无法离舱的例子，但你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厉害的一个，居然待满了整整589天。所以我忍不了，有好几次都恨不得一拳打爆舱壁，把你强行弄醒。可惜我打不动，打动了你也不一定会醒。对不起。说这个干嘛？早在第590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扯平了。现在，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我说引诱你来到数据监控室，又让你恐慌到逃跑的一切都是幻觉，你信吗？那你尽管抛下你的老师，返回数据监控室，用眼睛好好确认你想得到的真相吧。你还可以拜托监控室管理员亚兰，让他调出当年的录音日志和你的社会适应性评估报告。不过，假如你最终看见的真相与我所言分毫不差，你就必须要接受学生背弃老师信任的代价。从今往后，我们只能从零开始，再一次培育信任了。我要收回免费租给你的学生公寓，你搬过来跟我住，每天早上8点起床帮我做早餐，我赖床时做好背我狂奔去研究所的准备，晚上收拾家务，周末大扫除。如果你不能满足我提出的所有任性要求，那我们就终止师生关系。游云老师，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事到如今，确认真相已经没有必要了。既然游云老师敢说出这样的话，就代表你一定已经将真相捏塑成了你所说的样子。哎，你这小孩，算了，不跟你讲车轱辘话了。身为老师，还是多关心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比较好。所以，寻梦者，你想死吗？立刻回答我！3、2、1。哎，我既然没有立刻回答的胆量，就给我好好生活呀！好痛！哎，你头怎么这么硬？可恶！少把你的老师当傻子！要不是这个月一直在出差，
我又跟陈雪说，还是我当面和你聊聊比较好，哪能拖到现在？对不起。我知道你还没有适应聚光灯下的生活，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在这片狭小的舞台之外，幸与不幸的人全都生活在同一处悬崖峭壁，不需要图谋钻营，只需要神思微动，一步偏差，人们就能为自己制造最惨烈的悲剧。但庆幸的是，所有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是否要这样做。而你怎么傻到把自己往悬崖下推啊？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弥补所有我没做好的地方。在等待你出舱的589天里，为你付出了努力的人不只是我和陈雪，还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员。我们所有人也会把同样的期盼给予其他数据之海的孩子。你最后能成为我的学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你的职业引导员。他在充分考虑了你的个人情况，又认真比较了众多工作后，才鼓起勇气向我推荐了你。即便在你之前，我已经拒绝了41个人，在陈雪之前拒绝了113个。陈雪被我看中的原因和你一样，都是完全的零基础。聪明、漂亮、有体贴的优良品质，反而是次要的加分项。你要记住，将幸运编织成摇篮的模样，把沉睡的你托举到我身边的，是所有你素不相识、未曾谋面的人给予的爱。如果不想辜负他们，就给我承认自己的幸运，再沿着惶惑与恐惧的悬崖前进吧。唯有这样，你才能在悬崖的尽头，看见比惶惑动人、比恐惧更美的世界。然后，我要你回头，我要你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详实告诉返程中遇见的每一个人。去他的错误、失败和不完美，没有一条天里写着，只要失败100次，这个人就一无是处。论经验，他远胜失败了10次的人；论心态，他也远比失败了1000次的人积极。哪怕失败1万次，我都绝对能找到理由夸你一句。我只有一个要求，别故意把自己弄下悬崖。只要真是自己，我才懒得管你趴着还是躺着。比错误和失败更有意思的都在前面呢。想看？不过是挪个屁股动起来的事儿，没那么复杂。游云老师，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和陈学姐失望了。笨蛋，把手伸出来，然后握拳。这是准备拿尺子打我的手吗？为什么游云老师要随身带尺子啊？告诉我，你握住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握住。那就说说你的感受。我的手指现在和掌心完全贴合，没有一丝空隙，十分充实，也很温暖。你知道抓握反应吗？不管是什么，只要把它放进婴儿的掌心，它就会紧紧地抓在手里。你甚至能依靠一只被婴儿紧紧握住的手指，将它一整个提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婴儿自己毫无意识，但本能会告诉他，手臂大且沉重，难以精细操纵，手就刚刚好。4指一屈，拇指一弯，如此简单，却能拥抱一整个手心的世界。还有那个给予你充实和温暖的自己。所以寻梦者，在你因为没做好事情而感到不安的时候，试着给自己一个手心大的拥抱吧。还有，我总是交给你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当然是因为你让我感到了惊喜。作为老师，我会一直期待下去，不准让自己失望哦。恐惧犯错与失败，是因为不想让重要的人失望。一旦他们失望，我就会成为一无是处的人。难以想象，正是如此消极的想法撑起了我此前的所有生活，亦在我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扮作本能的模样，强硬地限制了灵魂的生长。幸好，这些试图将我拽入悬崖的阴影，终究没有我的老师力气大。我会把游云老师今天说的话铭记于心，不，还是写在便利贴上，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好了。丢脸死了！不准贴！要
是给陈雪看到，我之后还怎么跟她撒娇？呀，早知道就让陈雪跟你聊了，我多什么事儿啊？这不是给自己埋雷吗？不行，你现在就对天发誓，如果你敢把我今天说的话透露给任何人，特别是陈雪，那我们立刻断绝师徒关系。快点握拳发誓，不然我哭给你看。这就是第1次轮回的故事，也是游云老师为我上的最初一课。尽管如此珍贵的记忆没能继承至往后的轮回，但它创造了一个会不断延续下去的惊喜。每一个轮回的伊始，我总是能在醒来的瞬间萌生出一股想要尽快与新世界相遇的勇气。至于那个夜晚的真相，全知的系统操控员向我卖了个关子，想要稀释爱的浓度，仅凭真假相掺的话语真的够吗？无论如何，请把这段故事背后的故事当成我和游云老师的秘密吧。至于眼前这位尚未成为我的老师的少女，笑死我了！你老师怎么这么好玩？我是说，这么可爱的老师，不是才让你发誓别说给其他人听吗？老师一定会看在听故事的人和他一样可爱的份上，原谅我。你还真是一点儿也不怕被雷劈呀！如果我说，老师会原谅我，除了你和他一样可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而我现在揭示这个原因，你也一定会认可。你信吗？我干嘛这么深情地看着我？我又不是你的老师。等下，考虑到他们对我的态度，似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难不成外地人和外星人的外到了平行宇宙？寻梦者的老师能够原谅他，只能是因为他把老师的故事说给了另一个宇宙的老师自己，也就是我。难怪我总感觉他的老师和我有很多共同点。糟糕，逻辑还挺自洽，我都要开始相信了。不对，游云呐游云，你在干什么？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吗？信不信的事先放一边。不得不说，两个面临截然相反的问题的人，竟然采取了相同的错误方式解答，我们还挺有缘哈。是啊，不过我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想用缘分束缚你，我只是想向你证明，如果你感到疲惫，停下来也无妨，因为我是值得你交与信任的人。克拉丽和赫利亚也是。游云老师只需要把你觉得关键的信息告诉我们就好，在你方便的时候。已经帮了我这么多，现在居然还在考虑我的心情。不管了，10有4，我再怎么说也比1、2强，更何况他就是我目前接触过的最有可能接受那些事的人。现在才想着停下来，那我前面跑的那么多步算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时代要求你回应时给予充分的回应，就和故意去犯罪一样危险。而我早就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做了不少错事，所以我要和你们一起跑，我才不会把能抵消错事、赚取学分的机会拱手让掉。寻梦者，你就好好期待一下吧。接下来我会让你们亲眼见识那艘必将载着地风渡越躁动之海的方舟。这里就是我的秘密实验室。虽然达不到实验室的规模，但你们要是敢把它随便看作普通小鬼偷偷用地下室改造的秘密基地，那就大错特错了。呼，一回到自己家就得意起来了，看来是需要安全感的类型啊。说起来这也不是你的家吧？堆积的手稿、运行的一切，还有那边的大家伙，
哇，这些东西还真是每一个都不简单，看来确实不能小看你。放心，我们有丰富的科研环境参观经验，绝不乱动你的资料和设备。不，请务必乱动。哦，我是说，请务必随意阅览。这不太礼貌吧？有什么不好？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曾经说过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嘴上说说算什么本事？敢不敢让我看看你的代码？我的好搭档，放轻松一点。拙舌不代表没有巧思，这世上有许多更愿意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聪明人。况且人家自己都答应了，就别拘泥于礼节啦。游云老师，如果你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开始，不一定非要等我们看完资料。那怎么行了？就像你们突然说自己是外地人和外星人那样，我要说的是绝对比他们劲爆100倍。我不想吓到你们，就当是为我震惊世界的发现做铺垫吧。请你们完全不要在意做客需要的礼仪，慢慢看，仔细看，大看特看。美丽善良的大姐姐，这也是我一生的请求，拜托拜托。我知道了。这个数量了不起，分析单位竟然是小时吗？寻梦者，你想看看这边的内容吗？第一本我记得是在……抱歉，数量太多了，大概被压在这一摞下面了吧。我不是技术人员，光凭自己的能力理解如此复杂的演算，肯定不如直接向克拉丽要个结论快。不过，单从堆积的纸张厚度上看，也能知道他下了很多功夫。这么小的年纪却能沉下心思，做到没有任何延迟和间断的记录和演算，真是厉害啊！看来不管哪里都不缺少勤奋努力的天才呢。哇，挺厉害的嘛，有我上初中时的风采。紧接在有趣的批注之后，等同于乱涂乱画的墨迹。这是写着写着睡着了吧？游云老师也有这样的一面呢。能量手环，我们没有未来好伙伴特别版。前者挺好理解，后者的名字还真是奇妙。如果箱子里的东西全是游云老师的发明，那他恐怕投入了难以想象的心力。啊，这么早就开始研究说话的艺术，怪不得能在迟到、赖床、打输游戏后，向陈学姐诡辩出那么多理由。唉，你果然是这样的游云老师。这样，再这样，寻梦者，你的这位小老师似乎致力于在被神明引领的时代，研究比肩神明的力量呢。相当叛逆，也十分游云的想法。我喜欢叛逆，毕竟迷信权威是科研的大敌。如果不具备踩在前人伟岸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或是对其结论证伪的勇气，后来者就绝对没办法成为科学。不过，这样的先驱者几乎都免不了和时代作对，也往往没什么好下场。而现在的地方，还有谁会比神明更权威？如果我猜的没错，游云恐怕就是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所以才会用那么别扭的方式接近我们吧。这个不管怎么看都很眼熟吧？同
夜，上回见到应该是在欧夏。寻梦者，来看看这个，怎么样？论我们之中对他最熟悉的人，那就应该是你了。寻梦者，如果用现代技术语言描述，你所经历的是利用影球搜集的实时数据，以记忆与时光之匣作为云端，以你的大脑作为终端，编译生成的推演沙盘。理论上说，同样与数据之海有复杂渊源的希娜，甚至我本人也有机会担当这样的终端，只是匣子选择了你而已。我记得松雀说过，他是白吉的宝贝，而当时不仅你不清楚他的来历，连陈雪也只把他描述成了具备使用价值的文物。这件事就算询问当时的游云老师，恐怕也不会得到什么明确的答案。一个因危机坠入数据之海，又失去了记忆的人，又怎么会记得早在遥远的过去，记忆与时光之匣就已经是他的东西？我想，游云老师将陈学姐与我收入门下，或许也有我们师徒三人同是数据之海的孩子的原因，但他把这个理由隐藏得很好。果然，我们应该立刻提醒游云，现在就对匣子添加权限扫描功能，省得日后先被白吉以灯虚燕匣之名捡了去，最后又被研究所收为公有，成了记忆与时光之匣。这是重点吗？重点应该是再不随便找个话题打断游云的思考，他就要焦虑到爆炸了。看完那些手稿之后，我基本能猜到他要说的内容，并且也已经做好了向他证明我们愿意帮助他的准备。在天才成为天才之前，就由我来补足他所欠缺的那份自信吧。别的不说，至少我擅长给自己鼓劲的能力，必可活用于这一次。提问：如果你不巧碰到了自信心爆棚的天才呢？那这位天才就应该把他满意的自信等量替换成热情与体贴，灌注在他从来只能孤身一人晨练的好搭档上。很好，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游云，游云，你真棒！就知道你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天才。虽然这是你头一回成功邀请别人来到你的秘密实验室，但我发誓，他们一定会被你的智慧折服，对你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深信不疑。好啊，做梦时间结束，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反正他们马上就会找到漏洞，然后以惊人的口才把我骂得失声痛哭，跪地求饶，恨不得用钻孔机现场打开一道直通数据之海的裂隙钻进去。可争吵是交流的一种，辱骂也必须以了解为基础。总之，只要他们愿意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就有机会争取他们的信任。反正最差也不会像那次一样。请您至少看一看，如果您能让我使用研究所的实时猎奇监控数据，我就能进行比对验证了。不用看我也知道这是天方夜谭。你父母的事是个意外，我理解你无法接受的心情，但事情过了这么久，你也已经成为研究所的见习研究员了。只会意气用事的人做不了研究，你不应该用质疑维持世界运转的定理的方式来哗众取宠。不是的，您可以不信任我，但请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对了，看在爸爸妈妈的份上，我发誓我没有编造，我真的发现了加速侵蚀的。够了，游云，不要消费你的父母在我心里的好印象。冷静，我早就不是那个一怒之下只会怒一下的游云了。实验室里有我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处谬误，每一条岔路。看到这些，哪怕他们被我的结论吓得跳起来，也没法轻易认定我是信口开河。竟然这么认真，不对，这种一切向好，最后再来个惊天大逆转的事，
之前也不是没发生过呀。你似乎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猜想。神明稳定地风的伟力可被量化，甚至能将其构成定义为一种特殊粒子。与之对应，树海侵蚀构成可被定义为反粒子。然后你引入了轴子的概念，通过正反粒子的变化斡旋来解释两者互相制衡而非对冲湮灭的状态。很大胆呢，小游云。这些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没错没错，而且我的动态平衡理论完全能解释监控数据中的波动流，轴子的异常运转会让……是我一个人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真的吗？没有奇怪的人蒙蔽你，引导你误入歧途，让你质疑神明对地风的意义，杜撰荒谬的亵渎言论。别想了。要是按照你的理论，把树海侵蚀看作与神力等同的存在，那我们怎么可能对其产生影响？这从根源上否认了研究所存在的意义。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那你是想要神化外敌，要把数据之海塑造成异端的神吗？还是说你认为神力并不特别，从物质角度神与人同源，人力亦可与神比肩？别想了！寻梦者、赫利亚、克拉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我答应。白鹿游云的末日报告终极无敌再感自杀版。世界还是毁灭吧。你们给我听好，地风要毁灭了，就在22天后，毁灭概率是100%。和数据之海侵蚀裂隙频繁出现有关，对吧？我们早有猜想，但多半存在考虑不周的地方。好在有游云老师可以和我们对对答案。知道滴滴药就好办了，真是珍贵的情报。况且时间充裕，唉，22天，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啊？什么？等一下，克拉丽，打起精神来！你答应过我要改掉拖延症，万一跑了99步才发现方向错了怎么办？我拒绝无用功，所以一定会为前期准备预留更多时间。强词夺理，我要告诉爱因斯坦博士。我还以为你添加他的私人联系方式是为了加入我的家庭群，结果是为了告状。冒昧打扰一下，你们真的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当然，你说地风要毁灭了，在这种等级的危机面前，抢占先机非常重要。所以，游云大老板，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虽然你们很有喜剧天赋，但说到底还是不如我。好运应该是星星啊，才不会突然变成一把被随便撒下，谁都能从地上捡一颗尝尝味道的糖果呢。不过，既然美丽善良的寻梦者发问了，我当然要诚心诚意的回答你。为了庆祝这激动人心的会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一起吃烩面。怎么样？我有给这段喜剧演出好好收尾吗？不管你笑没笑，反正我是把自己逗笑了。真的好好笑啊！再也不能伤害。
说话，所有人都像念擅闯后出的小狗一样，把我赶得到处跑。我真的很努力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偷拿通行证是我不对，但我必须找到能支持我结论的有力证据。蕾拉那么喜欢神明大人，要是我搞错了，一定会失去唯一的朋友，还会害得同样陷入失信的困境。确实，在我们那里，最先发现行星绕着太阳转的人，到死了才敢发表成果。至于活着宣传这件事的人，已经被绑起来烧死了。克拉丽，说点舒心的话，不要吓唬他。可是，布鲁诺确实被烧死了。我不要听你们两个说话，你们两个人那么游刃有余，还要搞家长。我的爸爸妈妈已经3年没回家了呀。我讨厌你们。对不起。如果爸爸妈妈还在，一定会听我说话，一定会即使什么证据都没有就站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说我们家鱿鱼，我们家鱿鱼就是最棒的。哭出来就好了。游云老师，你一定受了很多很多委屈吧？哎，你这小孩真是贪心，一个手心大的拥抱不够，非要一整个人贴上来。不用你说我也猜得到。你最近在做什么来着？毕业设计还是毕业论文？游云老师，你好像开家长会时不知道孩子班级的那种不称职的家长。如何呢？要是不满，你就把我从致谢里删了，或者把我冠名2作，咱们师徒一心，同往同归，一起被钉在学术耻辱榜上丢人现眼，怎么样？游云老师都知道了，对不起，是我学术品行不端。什么？你抄袭了还是做假数据了？抄的谁？不会不是我吧？除了我的文献，还有谁的值得无责引用？寻梦者，你的背叛让我心痛。我没有，我找到了2份参数不同的文献，然后鬼迷心窍的从我想要的结论逆推，又选了一个写上去。就这？这还不够坏吗？是很坏啦，但按我的预期，你犯的错还可以再荒谬一点。对不起，笨蛋。上次没被我骂得失声痛哭，跪地求饶，恨不得用钻孔机现场打开一道数据之海裂缝钻进去，就这么让你失望？失望到你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一次全部讨回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更生气一点。我觉得你犯的错还不够荒谬，你觉得我应该更生气？原来咱们师徒的默契体现在这里。这才是你值得引用的文献，比那2篇作用域描述含糊其辞的好上100倍。最重要的是，它的署名是白鹿游云。谢谢你，游云老师。在谢谢之前，我都要问问你，我有教过你只要喝下游云牌鸡汤，不仅精神会变得坚不可摧，连能力都可以在半年之内真入化境吗？想得真美呀你！如果我的话能做到这种事，那我争取1年内完成欧夏人全体进化的壮举，5年内成为欧夏首富，10年内打造人人都愿意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唉，你这次没有因为犯错慌不择路把自己往悬崖下推，还算及格。但那句话怎么说的？错误犯都犯了，只是跪在他面前瑟瑟发抖也太逊了吧。习惯他，驯服他，直到他可以为你撕开你所恐惧的一切，
否则你还不如直接跳下悬崖。反正这样的怪物在一路上只多不少，自己跳下去好歹比他追着跳下去体面。哼，不瞒你说，你老师我身后就跟着一批庞大到难以想象的怪物大军。好自我意识过剩的幻想。游云老师该不会在吃饭时也会幻想自己吃过的每一粒米、每一片蔬菜都能在胃里化身具备某种特殊能力的士兵吧？不是，你怎么知道？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尽情的哭出来吧，我就在这里。反正你也从没规定过不能由一群人一起驯服怪物，对吧？行了，我真的已经哭完了，不要再岔开话题了。打断这么多次，我都思路都乱了。言归正传，你们真的都听懂了吗？真的都听懂了。数据之海绝对会在22天后爆发海啸，到时侵蚀裂隙不仅会吞噬靠近它的一切，还会快速扩张，直到相互连缀，完成对地方的全面置换。如果不能阻止，洛星就要永远失去一块广袤的土地，甚至有可能以此为起点，失去所有。在我看来，这场危机就像一枚亟待破土的变异的坏种子，想要消灭它，有时只需要给它浇一壶滚烫的开水。越早越好，我们必须大胆一点。总之，先搬空地封吧。太棒了！等地封燃去成空，我和赫利亚就能放开手脚，施展隐藏的力量，向着一切的罪魁祸首，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使出毁天灭地的上勾拳。轰！再见了，所有的危机。克拉丽，你还真是个天才！你和我的计划重合度高达80%，只要得到最关键的2个人的帮助，搬空地封的计划就能顺利进行。游云老师，如果你很紧张，可以抓住我的手。我哪有紧张？你不会是为了让我握住你的手，在这里乱找借口吧？首先，我们要尝试取得站在地封科研顶点的研究所所长的支持，以数据之海研究所的名义向神明……不对，现在应该是向暂代神明处理事务的蕾耶拉提交那个未完工的巨大图书馆的使用申请，同时向全城居民发布立刻前往此处避难的通知。最大胆的方案也要走流程，拜托，地封要毁灭嘞！你也不想我们才敞开心扉，结成团队，就要因为大胆的操作害游云被逮捕吧？这么会说，关键时刻也没见优等生守规矩啊！还不是因为你……反正我赞成游云的提议。谢谢你，赫利亚。那么，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把所长绑……总之，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吗？计划是不是万无一失我不知道，但考虑到你的谎称抓住被通缉的游云，骗所长来接手剧本，选了赫利亚做主演，我不得不说你看人的眼光真是独到、精彩，令人叹为观止，忍不住啧啧称奇。赫利亚没有主动联系我们，向我们求助，就说明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别忘了，他这些天还和你一起成为了裂隙特工队的组长呢。就是，有了这层身份，总不至于被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分青红皂白扣下吧？我相信赫利亚就是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人。难道是赫利亚？哦，看你的反应，这位应该就是站在地封科研顶点的研究所所长了。怎么这么安静？为什么都这副表情？
不然你还要我用什么表情面对一个完全不按计划出牌的优等生？我敢打赌，你一定全说了。全说了。游园，为什么这里会得出这个结论？什么？原来如此。怎么样？还不错吧？我是说，步骤很全，描述方式也很清晰，而且佐证数据也有保证。这是我3年来全部努力的成果。我知道结论匪夷所思，有悖目前大家公认的常理，某些地方甚至离谱到可以把我绑起来烧死。看你干的好事，我怎么知道会给他造成这么严重的心理阴影？明明都是初中生了。克拉丽，你也说了，现在的游云老师明明才是个初中生啊。所长叔叔，所长，我承认自己一开始加入研究所带有私心，我想偷偷研究秘密数据，我想找到爸爸妈妈的下落。有云，大体情况我已经听赫利亚先行说明过了，不必在这里回顾过去。你可以专注于对我讲解你的学术发现。如果我不说，所长又怎么会愿意听我？真的吗？去吧，游云老师，这是你为自己争取来的发表会。这部分数据是你自己计算的吧？你几次3番偷拿研究所的档案，是为了2边做对照？是的，研究所的记录更全，我真的很需要确信我的引用参数没有错。对不起，偷拿通行证是我不对，我下次会更小心，争取不被抓。不是。但研究所并没有专门观测和记录你需要的那部分，你是怎么处理的？计算，我会挨个计算具有相关性的粒子轨迹。每一个？每一个。我认为神明时刻都在调整神力，以达成地风与数据之海间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体系中具有3个变量，曲线波动的曲率是由第3个变量参数决定。看来神明维持平衡状态要付出的精力或许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这是你在得知神明外出的消息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采取行动的原因？是的，巨大的平衡差足够毁掉一切。既然研究所始终致力于解构数据之海，寻找能消除侵蚀裂隙的方式，那把重担全压在神明身上，不就是丢弃了初心吗？最少，我们还能发出预警，哪怕神明不在，我们也总该做能做的事，对吧？游云老师的表情越来越轻松了，也逐渐有了笑容。深埋的付出和心血被一一发现并理解，这种事情不论在哪里发生多少次，对他来说都值得欣慰。卷面只是表象，科研中最爽的瞬间还是回过头来发现，没有一个误差是白算的，没有一口饭是白吃的。好奇怪的说法，但我能够理解。如果连那些全被当作自我满足的部分都能被认同，我一定会很高兴。哦，他们已经说到记忆与时光之匣了。走吧，寻梦者，这一定是你最想听的部分。我记得，这是你父母从神明大人那儿接受的研究吧？发生那件事之后，也是神明大人替我找回了匣子。可惜，他没在数据之海里找到爸爸妈妈。悠云，关于你父母遭遇的意外，我至今也深感遗憾。他们都是出色的研究者。没事的，我们刚刚才说可以不提过去，对吧？匣子帮了我很多，预测概率的计算方式就是基于爸爸妈妈留在匣子里的城市做出来的。我原本想，要是直到最后都没法取得信任，
它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想请您还有我的朋友们一起看看。这就是我们没有未来的含义。希纳迪亚，你绝不能再继续对地风、对洛星的未来做出干涉了。你越是引导他们，越是努力保护他们，灾难就越快降临，且越不可控。况且，你的身体状况也无法支撑你做些什么了。我也如此。娜娜，我明白。可我不明白。希纳迪亚，在发生这种事之后，你为何还是答应了小游云的请求？那孩子的眼神和他父母当年一样坚定，而且他真的满足了我想听他喊我希娜姐姐的愿望。自拉喀达而来，超越洛星人认知的科技，与灾龙彼时向拉喀达展现的神迹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导向的未来，你我都亲眼见到了。以我之见，你倒不如将这总是诱使学者倾尽心力研习的魔匣永久封存，再向小游云编个谎，如此他就绝不会踏上和他父母一样的道路。娜娜，你还记得你带着大家离开拉喀达时，大家是什么反应吗？我嗅到了浓郁的不舍、离愁，隐含其中的点点希冀，还有即便死在冷寂的深空，也要抵达新家园的决心。而这份决心导向的未来，你我都亲眼见到了，它就在此刻的洛星。娜娜，世界可以没有无所不能的神明，却唯独不能缺少充满可能的人类。他们绝不会停留在利用匣子向外求援的水平，他们会做得比我更好，直至从匣底取出足以改变洛星的希望。当然，我也会考虑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候悄悄地给出一点点帮助。不过再多给些时间，小游云自己也能发现吧。他可是小磊耶拉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呢。啊，不是预知梦，我刚刚重历了匣子记录的过去。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吧，想着我一定要把这一题弄懂，于是做了无数类似的题型，结果期末考卷上印的题反而就是最初的那道。3年前，在我抱着爸爸妈妈留下的匣子发呆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我应该关注这个数值差异的想法。要是没有这个想法，我也就不会在钻研它的第3年遇见即将到来的灾难。我不认为你需要把一切都归功于灵感，这是你父母一生的研究，也是神明信赖你的明证。游云，你的确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啊，也就是说，除了我，似乎没有其他人看见匣子重演的过去。算了，现在显然不是说起这件事的好时机。是的，游云，我对你做出的努力得出的结论没有更多疑问了。你的理论会让研究所的观念和思想迈入新的阶段，我代表所有人对你表示感谢。而这句话只能由每一位质疑过你的人亲口说了。对不起，游云，接下来我会为你提供全力支持。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次你都做得很好。太好了，游云。也感谢你，赫利亚，谢谢你的诚恳说明。如果不是这样，事关游云，或许很难取得我们的信任。
我只是把自己眼见的一切，通过口述传达给了你，言语只是将您引来这里的星火，它背后蓬勃燃烧的努力才是火焰。同为研究者，您一定很清楚，您和游云拥有的火焰，早已没有大小之分。不如说，这孩子的火焰甚至比我的还要旺盛。谢谢所长叔叔。所以，果然还是因为我选择了完全不会耍花招的赫利亚，所以所长叔叔才愿意来秘密实验室的，对吧？算是吧。克拉丽，说话。好吧，好吧，你看人真准。大点声，谁看人真准？游泳老师，你看人真准。怎么样？我就说这里最适合做主避难所吧。啊，设施好像也比我被追得误打误撞逃进来时更齐全了。嚯，这下被你发现，竟然连逃跑都没有一步路是白跑的了，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小鬼。不过我们切尔夜神老师似乎不在啊，怎么，是不好意思当面收下本人洋洋洒洒5000字的长评吗？克拉丽，游云，我已经联系过雷耶拉了，他说等他将末日预警同步给地方各机构负责人，就会立刻赶来和我们碰面。啊，真好，这下我终于有底气和雷耶拉说话了。而且所长说研究所愿意帮忙，如果顺利，明天一早裂隙特工队也能用上我们没有未来的便携版啦。哎，有专业设备就是好啊，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捣鼓出4个呢。来，你们拿好。虽然到头来不会和裂隙特工队拿到的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但我送你们的可是好伙伴特别版。游云，给匣子起这么悲观的名字真的好吗？你觉得记忆与时光之匣如何？我猜这个名字你一定会喜欢。好土啊！不是，我没有攻击赫利亚的意思，只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对不起。你最该向未来的自己道歉吧。我就是单纯觉得用我们没有未来当名字，会显得我根本没把预测的糟糕未来放在眼里，也显得我很帅。而且，要是万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万一失败，这名字贴不上名片，反而超适合镌刻在便携圣墓碑上聊以泄愤。哼，什么小发雷霆的想法？啊，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怎样啦？克拉丽，你不也有类似的前科吗？你们一个给自己致悼词，一个给自己准备墓碑。好了，行了，可以了，再说下去就不礼貌了。说起来，神明维持的真的只是地风与数据之海之间的平衡状态吗？按照克拉丽的推测和纳赫拉的说法，也许应当把范围扩展到整个洛星才对。虽然不知道到底是裂隙增多导致希纳抱恙，还是希纳抱恙导致裂隙增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彼此关联，消减侵蚀裂隙的数量，阻止海啸爆发，一定对希娜早日康复有所注意。而希娜说不定就不会离开我。而且不仅是希娜，游云老师、堂堂、居姐、博土，还有瑞木的人们、廊丘的人们、欧夏的人们，所有我没能亲身参与的世界的人们，都能因此得到拯救。嘘，别出声，来这边。
怎么了？是和负责人们的沟通出了什么问题吗？你误会了，多亏游云提供的材料和数据之海研究所所长的背书，大家很快理解了当前的事态，也都各自展开了行动。我要找你说的是另一件事。寻梦者，游云他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果然，如果我没有说那样的谎，隐瞒希纳迪亚的情况，游云就不会因为说真话被大家冷待。那些怀疑和责备不该由他来承受，都是我的错。游云明明是我的朋友，我却……一想到他之前有多伤心多害怕，我就觉得没脸去见他。可你也考虑了很多。如果说隐瞒真相是你的错，雷耶拉，你会打算现在就对民众公开神明抱恙的事吗？那只会堆叠恐慌。再说，之前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希纳迪亚也一直秉持隐瞒的原则。他不希望这件事公开，甚至拖着那样的身体继续工作，还说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明，除了瞌睡，没什么能阻止他。而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你也是出于相同的理由，才会做出和希娜一样的选择？选择？不是的，希纳迪亚既然这么做了，那这就是最好的做法呀。啊？我知道，游云没有把他的发现告诉我的原因，应该和希纳迪亚一样，他们都在为我着想，不想让我惊慌失措。都怪我，如果我能再可靠一点，他们就会更信任我，我就可以帮上他们的忙。抱歉，我好像一直都在说自己的事。你呢？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在苦恼的事呢。我都告诉你了，你不可以这么狡猾。就像我说过的，我来自遥远的未来，所以大概了解过一些不久之后发生的事。而在那个模糊的未来里，由于老师遇上了大麻烦，最后跌进数据之海，就此失去了音讯。怎么会？你打算怎么做？要告诉他吗？我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他。不过，不论我如何选择，有一点绝不会改变，我会站在他的身边，阻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机，与他一同面对即将到来的明天，做他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这一点，作为思考的结论，我一定会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寻梦者，我发现你很会说一些听起来特别酷的话呢，但我知道，这都是你有在好好思考、好好烦恼，有做好自己的打算，也对决定抱有承担一切责任的觉悟才能说出来的话。你想用这些话告诉我，比起选择，思考和烦恼的过程更重要，对吗？但我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是一直追随希纳迪亚的脚步，因为我知道希纳迪亚总是对的，只要跟上去，我就不会踏上错误的道路。我有一位老师，他总是说，如果2篇论文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那么两者的可信程度将平等的下降一半，但若是其中一篇署了他的名字，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有署名的这篇可信度翻倍，另一篇的可信度将瞬间下降为0。这样的老师却会在我得出与他完全相反的结论时，用他独特的方式鼓励我，支持我做一切尝试，
去寻找那个几乎不存在的证明条件。那你们有没有一次验证出你才是对的？完全没有。最近的战绩是56比0，不可逾越的高峰越来越高了。很坏心眼，对吧？可他会陪着我熬夜，一遍一遍地做他早就知道的无用功，所以我只能再次从怨声载道中变得喜欢他，期待和他一起尝试第57次。明明你们都知道正确答案，也明白那是老师已经走过的岔路，但他期待着你的成功，期待并相信着你，终有一天会超越他。可是，你不害怕吗？如果做到了连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不就是亲自践踏了老师的完美，夺走了老师的光吗？也说明你对老师的爱不够纯粹。在老师已经多次鼓励过我，强调过他对我的认可后，还要擅自否定他的想法，才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我也从来都不认为一道更耀眼的光芒只有让另一道光芒暗淡一种可能，点亮未被照亮的区域，亦或融入它，与它一同奔向更为广大的天空。选择一直在我们的手里。就让这份期待默默生根发芽吧，说不定它也会迎来超越的那一天呢。这下真的不能不去向游云道歉了呀，不仅仅是因为对他的隐瞒，还因为我决定继续隐瞒下去。寻梦者，你说我是不是变得和你的坏心眼老师一样坏了？如果想变好一点，只要别忘记告诉你最好的朋友，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把他的发现、他的思考、他的烦恼说给你听，你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站在他的身边。嘿，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心意。谢谢你，寻梦者。听不清楚啊！赫利亚，你不要拉我，给那两个人一点独处空间不好吗？收手吧，赫利亚师傅，不要再念了。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好奇少女间那点青涩的、似有若无的小秘密吗？哼，别扭的坦诚心意，我在你们两个人身上看过多少次了？这是个问题。我们不一样。只有这点我赞同。算了，都去做正事。他们还真是，从明天开始，我们一定会很辛苦。没去过的房间都确认过了吗？食物和水都安置妥当了吗？有没有认真工作？想不到规划和准备避难所也是个大活。哦，找到了，赫利亚，我这边结束了，你呢？我这边也准备好了。对了，你有看见游云和雷耶拉吗？不会又躲在哪里说少女间的悄悄话了吧？喂，寻梦者，你那边怎么样？今日事来明日毕，明日愁来后日忧，不许选赫利亚当卷王啊！喂，怎么好话坏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知道了。至于你们，都辛苦了，睡吧。你们都值得拥有一个能充分休息的夜晚。晚安。
声音？各位，先测试一下应急通讯器吧，它能保障我们在断联区域的基本交流。我听得到。在。游云老师。啊，我听到了，我刚刚在调整接收频率。游云老师，你还在为匣子没能预测到这次事件感到遗憾吗？那当然，我准备了3年哎。谁知道期末大考前还要占用紧张的复习时间，突然来一次中考，烦死了。计划不如变化快是人生的常态，你虽然在心态上没能坦然接受，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随物应机，提出全新的计划，这相当了不起。我的理论核心始终围绕人类比肩神明，将人类独自应对突发极端灾害纳入考量也是理所当然。但我没想到大家一下就同意了我的计划。它明明只是我从以前想过的所有计划里挑选出的成功几率相对高的计划，它根本没经过实操，万一存在重大纰漏怎么办？那就边行动边调整计划，顺便实时更新便携式墓碑上的墓志铭吧。说的也是。言归正传，侵蚀裂隙异常增多，正是数据之海测引发裂隙的存在进入了活跃期的表现。通过调集人力，引导民众避难，再以最快速度修复地封各处的裂隙，只留一条裂隙方便人工扩张，主动诱引存在现身。如果闪击计划执行顺利，这将是我们解决危机的最好机会，也可能是末日到来前的唯一机会。在地封近60%区域断联的情况下，人员撤离任务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裂隙特工队和临时救援队口口相传推进。另外一步就是脚踏实地的修复各自负责区域的裂隙了。确实。游云老师，握住拳头，深呼吸。知道了。那，祝我们行动顺利。喂，千万别这么说，要说我们一定会遭遇意外与波折，但依然能化险为夷。是一定能化险为夷。2个预期截然相反的愿望同时出现，才能确保行动不受神秘力量的干扰。我还真是找到了一群很可靠的伙伴呢。都听到了哦。不墨迹了，我宣布，行动开始。说是说，我自己也有一点紧张呢。数量居然有这么多！寻梦者，你说什么？何利亚，糟糕，应急通讯器也被干扰了。难道怪物们在惧怕影的力量？虽说我目前的确可以把怪物从裂隙里揪出来揍一顿，但这样只会浪费时间，还是尽快闭合裂隙比较重要。在这件事上，我只能仰仗我们没有未来好伙伴特别版了。利用数据之海的能量溢出，反向干扰特定空间的时序编组，从而达成改变现状的结果。好复杂，果然还是直接上手用一下吧。正在检测共生裂隙未来的状态，重启风险高，建议激活时序重构模式。共生裂隙，先按照指示做好了。果然，还有第2条裂隙。
直跳来跳去，真难缠。对了，吸收他要跃进的洞口不就行了吗？就是现在！好，再回去看看另一条裂隙的情况吧。正在检测共生裂隙未来的状态，无重启风险。啊，毕竟是共生裂隙，只要确保毫无遗漏的修复所有。为什么几个小时之内会出现这么多裂隙啊？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神明大人和利托斯特队长都不在地方，组长也联系不上，好不容易闭合的裂隙，没过10几分钟就又张开了。可恶，没一件好事！我不会真要守着这波裂隙修到明天吧？负责这个区域的只有我才对，那这个联系不上克拉丽和赫利亚的小哥又是谁？在时序重构模式展现的过去里，没有他的身影啊。克拉丽，你能联系上他们吗？笨蛋，徐梦哲已经接通了。我没事。或许距离侵蚀裂隙过近会干扰应急通讯器，只要将其闭合，通讯也会恢复。可应急通讯器的设计初衷不就是为了避免碰到这种事吗？那还有没有其他裂隙特工队队员陷入过断联状态？目前只有你和游云。你的声音刚刚突然变得很远，就像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只有我和游云老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联系你的原因啊！为了压制民众的恐慌情绪，游云把自己的应急通讯器给了一组10几人的撤离队伍，然后十分成功的让自己物理断联了。你和他负责的区域相距最近，保险起见，你最好找到他，和他一起行动。好，交给我吧。至于红色的投影，也只能问问游云老师了。一个小姑娘，胡说八道的本事挺大，真以为我怕呀？我还非不信了。打扰了，吓我一跳。抱歉，请问你刚刚说的小姑娘是不是这么高，还梳着双马尾？你也被她骚扰了，真是有够烦的，满嘴海啸末日，说一大堆不敬神的话，早晚掉到数据之海里。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你谁啊？问东问西的，难道是跟他一伙的，也来宣传那个什么末日论？真晦气。他说的都是真的，我看着附近的居民几乎都离开了，想来裂隙特工队也向你说明过情况，你应该尽快去图书馆避难。嗨，这就是大范围停电，等一晚上就修好了。裂隙我也见过，神明大人从前一直建议大家在裂隙频发期不要随意外出。那你现在在大街上游荡是？少来烦我，再问我揍你了啊！这个人一定知道游云老师的去向，但我没时间慢慢取得他的信任了。虽然不想用这种方式，但现在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而且，听他这么肆意诋毁我的老师，总觉得让人有点火大。这什么鬼东西？我的老师说过，暴力是解决问题最低级的方法。但末日当头，事急从权，我也不介意使用你偏好的沟通方式。第一，灾难是真的，请你尽快去避难。第二，游云老师去哪儿了？我没有不信呢。其实他说完我就有点怕怕的，只是觉得表现出来丢人才装作不信。我也没在漫步，我是在慢慢往图书馆的方向走。至于那个小姑娘，怪物呀！
有我在，休想伤害他。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刚刚，对不起了。不过你刚才的样子好有魄力啊，有一瞬间我差点把你看成神明大人了。哎，这可不是不敬神呐，你跟他真的有点像，说话也是，行事风格也是。我像希娜，谢谢。艾德说，游云老师就在附近。是游云老师吗？启动时序重构模式吧。什么都没有。冷静下来，让时间继续回溯。出现了。跟着他们走吧。回溯时间，或许能发现什么线索。去那儿看看。有了。那些发光的东西很诡异，要想办法破坏掉。正在检测该裂隙未来的状态，无重启风险。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次看到红色的投影？啊！为什么研究所没能预见这场危机啊？事到如今才想着使唤裂隙特工队，早干嘛去了？老大，我们就躲在这里行吗？我已经不想再努力了。神明大人和利托斯特队长不在，我们努力有什么用？少做梦！就算努力没有用，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妈妈，怪物已经被你打败了，这里只有我们，别怕。糖糖，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在这里说话的叔叔和姐姐？没有，来救我的人只有你。妈妈，你是压力太大了吗？如果你也有点累，我们要不要一起休息一下？原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现在竟然做得这么熟练。谢谢你，妈妈。对不起，我跟爸爸妈妈走散了，害你也被牵扯进来。我们应该早点听游云姐姐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怪物。原来游云姐姐见过你们了呀？那她还好吗？在听到我们说要仔细想想的时候，她很失落，但还是马上恢复积极的样子，去接着通知另一家人了。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游云姐姐的脸看，可能谁都不会发现。是吗？游云老师总是这样。梦梦，如果你见到游云姐姐，能不能先帮我说一声对不起？爸爸妈妈还有我们一直被神明大人保护着，
从没想过这么大的灾难会降临在自己身边，所以不用害怕，神明大人很快就会赶回来。我是他派出的特别救援队的成员。哎，我真是受够断联了。寻梦者，我和赫利亚负责的裂隙已全部修复完毕，马上赶来支援。你找到游云了吗？还没有，我遇到了落单的糖糖。在你目前的位置，不如把它交给我们，你去找游云。我觉得这样特别好，不用担心我，梦梦。游云姐姐现在更需要你，我可以自己在这里等电话里的姐姐。哦，真懂事，比赫利亚乖多了。喂，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也在听啊？再说你哪次赖床我没有等你？电话里的姐姐。对了，在裂隙被修复后，你们有没有看到暗红色的投影？要是有，我们肯定已经跟你说了。哦，会不会又是像预知梦那样，只有体质特殊的寻梦者才能看到？与其说预知梦，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堆叠在数次失败轮回之上的直觉。在蕾耶拉为我揭示的景象里，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巧妙地隐藏了自身的构造，让活在当下的人觉得自己预见了未来。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来地缝，既然从未失败过，又怎么能看到失败的过往呢？又或者它只是侵蚀裂隙催生的，类似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别想太多，我已经抱着赫利亚往这飞了。这种事就不用说了吧。无论如何，糖糖就拜托你们了。又出现了，这一回是游云老师。可恶，把我关到现在才放出来，不就是兵棋乱投医吗？闪击计划和千城计划都来不及了，目前只剩拿来保底的老实人计划了。老老实实的检测每一条侵蚀裂隙的能量强度，通过分析比对，找到引发裂隙爆发时出现的存在本身。只要能锁定那条最关键的裂隙，在调集人力时，蕾耶拉也就不会受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大人的阻碍了。我签约还挺好，说不定检测的第一条裂隙的能量强度就高的根本不需要比对呢。哼，看我大显身手吧！这位游云老师，难道是？小琪呀，你忘了神明大人以前的提醒吗？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吧。神明大人，快回家！神明大人，快回家！小姑娘，让一下，别挡道！搞什么呀？这种时候还要推销发明吗？不帮就不帮嘛，就算我一个人也……算了，还是再来3个人比较好。我都特意做了好伙伴特别版，派不上用场也太可惜了。游云老师，神明大人早不外出晚不外出，怎么偏偏选择在这种时候？少说2句吧，别被信者们听见。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想着搞什么大新闻了，活着不好吗？如果现在逃跑，我们就会成为被淹没在新闻里的众多民众；如果跟着游云，即便失败，我们也会是有名有姓的英雄。兄弟，要搞就搞最大的新闻，哥们儿冲了，你多保重。真是疯了！哎，我跟你一起去。
快开门呐！只要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把你妈妈送到安全的地方。谢谢你，但老妈这个状态没办法离开，你知道的。泽罗，你那么爱做白日梦，往后梦到一个总是喜欢和你拌嘴的家伙，应该不难吧？赛琳。快下来吧，花花，求你了！死腿，给我动起来呀！够了！猎系特工队已经决定全队撤离。说是全队，也就剩一半的人还在了。各位，拜托你们，不，我恳请各位再给我一点说明的时间。神明大人已经回来了，可他看起来很糟糕，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身上也出现了我又遭到侵蚀后才会留下的痕迹。抱歉，我有点语无伦次，但烦请在场的各位保守这个秘密，不要再让恐慌加剧了。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为神明大人争取施展神力的时间。我们已经因为盲信失去了一位天才，难道还要因为懦弱失去神明大人吗？你是说，由于他和他的伙伴想搭救一个意外落入裂隙的小女孩，但裂隙突然……前方存在裂隙扩张现象，请尽快处理。游云老师，小心！哎，不准动，请原地立正。我们没有未来好伙伴特别版使用守则第5条，修复裂隙时要与他人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你是因为我把专属通讯器给别人了，才会急匆匆跑过来吧？我真的没事，只是会扩张的裂隙而已。在你来之前，我一个人就修了3条，现在这条可是这片区域的最后1条。怎么不夸？你怎么不说话？游云老师，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你，如果你真的在没有解释清楚的情况下被研究所逮捕，直到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境地后才被匆匆放了出来，你会怎么做？那还用说，当然是先回秘密基地把所有能带的东西带上，然后火速执行我的老实人计划。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帮你呢？不帮就不帮嘛，切，就算我一个人也……算了，还是再来3个人比较好。我都特意做了好伙伴特别版，派不上用场也太可惜了。但即便如此，这段历史所留下的，也一定远比他带走的多得多。不要总是沉默啦，就像你说的那样，虽然时间紧迫，但世界暂时还不会因为一次对话而毁灭。修复还剩10分钟结束，拜托，别让我傻站在这里。也是，那我就问了，游云老师，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呢？我说过吧，一个人没有在时代要求你回应时给予充分的回应，就和故意去犯罪一样危险。既然犯了罪，那我偶尔也会在许愿树前祈祷，
希望美丽善良的神明大人有朝一日替我狠狠惩罚所有没回应时代就敢随便质疑、针对、讥讽我的人。我最讨厌多管闲事，也真的没有一点当英雄的兴趣。但即将到来的并不是一桩闲事，它事关全地风的人，事关我自己，也事关我最喜欢的洛星。最喜欢的洛星？是啊，这颗星球除了神秘莫测的数据之海和3颗遥遥相望的卫星，竟然还存在无比广大的待开拓地。而据你们所言，甚至还有和洛星一样诞生了智性人类的另一颗星球。你不觉得这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吗？天才若是缺席了如此让人期待的世界，那就是世界的遗憾。为了不让这种程度的遗憾发生，还没有被大家承认为天才的我，当然只能全力以赴。怎么样？是不是过于朴实？听起来不可能是游园会给出的理由。但就是因为绝无可能，才值得我用100%的信心期待。期待你会在未来成为怎样出色的研究者，世人憧憬的天才，以及我最喜欢的老师。正在检测该裂隙未来的状态，无重启风险。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只好再努力一下了。那边有一位怎么都劝不走的爷爷，我想再尝试一次。你待会儿可不准插手哦。怎么又来了？当然要来，因为这片区域目前只剩您还没有撤离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给您再看看报告。我不需要，这次就不跟你绕弯子了。裂隙绝不是灾难，时间已经证明，它是如同感冒一般能被治愈的小病。治愈它的是谁，地方人心知肚明。不仅如此，城市的每一处运作，所有物资的进出供应，以及未来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因它而存在。只要耐心等待神明回归地风，一切就会恢复原状。假如你所说的灾难没有发生，你认为大家会为此感到庆幸，还是会将其看作无谓的欺骗？又或者，假如灾难真的会发生，那我们只要听从你的想法去往避难所，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我们要一直住在图书馆吗？床位够吗？物资要怎么供应？既然是提前避难，为什么不能让我多带些东西来？我家有不少贵重物品呢。21天后啊，那为什么现在就要走啊？你现在解决了，21天之后就没事了？你到时候一回到家，家直接没了，可怎么办？你能保证你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指向更好的未来吗？人类的智慧只有在离开神明时才得以显现。老实说，在看到这句话时，我认为你很大胆。但是小姑娘，地风未曾诞生过彻底离开神明大人的时代。你的崇高理想和科学理论，目前来看，与我们没有关系。等情况稳定后，我会向研究所确认海啸的事。不过，那也不是基于对你的信任。准确来说，我只是想证明你在说谎。抱歉。爷爷，这就是您想对我说的全部吗？我懒得再对牛弹琴了。在听完您的话之后，我发自真心的觉得，您是一位十分尊敬与十分爱戴神明大人的人。
因此，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请问您对神明的尊敬与爱戴，具体体现在哪一方面呢？比如，不听信你的谣言，谨遵神明此前的指示，在侵蚀裂隙出现时待在家里。换句话说，您是在用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向神明表达尊敬与爱戴。我不屑与你这不敬神的小孩争辩。哪怕不敬，也比偌大的地风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进神明的心好。你说什么？在我看来，无数和爷爷一样的地风人都在用一厢情愿的想法阐释自己心中的神明，并一次又一次亲手推开最想要靠近我们的他。他是不可超越的，不能质疑的，不应做别的。可如果神明大人真的希望大家如此看待他，他又为什么非要和我们一同在地风生活？最完满的神，难道不该彻底隐去自己的踪迹，以不惧形体、不染纤尘的姿态，永远活在人们的灵魂中吗？那个重新点燃白鹿游云生活希望的希纳迪亚，绝非一尊空心的塑像。他首先是一个鲜活的人，然后才是创造了地风的神。所以今天、明天、往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在见到他时，热情地向他讨要抱抱，交流他留给我的难题，质疑他给出的答案，然后勇敢地犯错，并且再次尝试。以上就是我想说的话。虽然很想强行带走您，但我尊重您的想法。您活得比我久，想必一定清楚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履行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打扰了，再见。游云老师，要不是你门关得太急，我可能都已经开始鼓掌了。你别火上浇油，我快崩溃了！哎，博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那里住着你们主编呢？哼，你还怪起我了你？是你没跟我说清楚，要在通讯基站修好之后进行动员广播讲话的是寻梦者，不是你。这下好了，我都拟完了日报标题，还帮白鹿游云争取到了讲话的机会，结果你转头训了我老大一顿。那么严肃的爷爷，谁能想到会是娱乐小报的主编啦？反正他也在10分钟之后出门了，可以说皆大欢喜。哼，随便你怎么讲啊，距离通讯恢复还剩2个小时，我会盯紧你，你哪里都不能去。建议你在这段时间好好修炼一下你的演讲技巧。美丽善良的寻梦者姐姐，求求你帮帮我吧，这是我一生的请求，拜托拜托。游云老师一生的请求还挺多，一生很长，有那么1、2、3、4、5个请求，很正常的啦。但我依旧认为，游云老师就是最适合进行动员广播讲话的人。你看研究所所长和蕾耶拉，他们也都为你投票啦。那不一样，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刚刚那些话说给全地风的人听，太过激进的发言不适合在那个场合诉说，我应该收敛一点。你看，你这不是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吗？比如刚才，你没有急于强调自己付出了多少，理论又是如何正确，或是干脆低声下气的讨好爷爷。尽管时间非常紧张，但你一直在努力控制情绪，而且十分礼貌，因为你发现这样会让自己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有效发言时间。不被悲观的念头干扰心绪，不被失败的阴影牵制勇气。要做到这些，明明很不容易。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我的闪击计划，根本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主编爷爷。直到现在，我都有点恍惚于我居然真的把一直没胆量跟任何人说的话，找个机会胡乱发泄了一通。这反而让我看起来更不值得大家信任了。为什么不值得呢？未来的道路终究要由年轻的生命不断开拓。如果那个年轻的生命是你，那我首先100个同意。你学着神明老师的样子，鼓励一下游云老师而已。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和博土了，
我还有必须要收尾的事情呢，加油！好了，任务都记住了吗？记。寻梦者，所有裂隙的售后检查都结束了，不排除会有突然冒出的裂隙，但裂隙特工队的大家已经分散到全城不同点位，能保证及时修复。辛苦了。啊，这个也交给你们，能量手环。虽然从手环的使用指南来看，它更应该被叫做根源物质转化器。等等，我怎么记得你老师在欧夏发表的文章里说过，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大崩坏之前存在根源物质。他是自己的说。不只是这枚手环，你们难道不觉得连时序重构模式都很天方夜谭吗？我不会否认游云老师的能力，但考虑到好伙伴特别版的原型是记忆与时光之匣，而玉之梦又是蕾耶拉通过匣子赠予我的特殊能力，我有理由猜测，在系统中实现现实中的不可能，就是蕾耶拉一手促成，甚至无比认可的事情。只是我们直到现在才有所察觉罢了。那他人还怪好的嘞。总之，接下来只会用到这一件道具吧。我记性不好，容易搞混。只有这件。哦，这么重，我还想一只手带它5、6个呢。是啊，有些可惜。我和克拉丽由于连续使用新装甲的力量导致消耗过度，下次使用时恐怕最多只能维持1分钟。不知道加上这道补给，我们能坚持多久？我的力量似乎也无法直接给你们的装甲供给。不过，游云老师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待会儿……喂，说起来，游云去哪了？这些按钮我需要按哪个？已经开始了。可是……别结巴了，快说呀！你们好，我是数据之海研究所的见习研究员，也是闪击计划和末日预言的提出者，白鹿游云。我想一口气说清你们每个人都想知道，也必须知道的问题。现在，影执事正陆陆续续地将能量手环送往大家手中。你们收到的每一个手环都会附带使用说明和研究所的安全验证书。别看小小一个，只要开启，手环就会实现空间意义上的环环相扣，为地风创造一张虽然有限，但覆盖面足够广的能量循环网，以应急能源的形式参与大家的生活乃至危险的战斗。恳请大家为了地风相信他的力量，支持裂隙特工队的科拉利组长、赫利亚组长抵御怪物。他们是比我可靠1000倍的人。另外是最重要的物资，蕾耶拉已经将地风的资源清点完成，并解建了属影区。食物、水还有日用品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财产运输、搬家安家的相关事宜，影执事都会全力协助。神明大人也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请大家相信蕾耶拉的安排，向各个避难所有序转移。我的闪击计划是于今天内消灭身处纪念馆的会导致海啸的怪物。在那之后，我们还需要等待21天，直到时间越过我观测到的末日节点，才能放心的以同样的方法帮助大家返回家园。而如果所谓的怪物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我就会销毁我所有的科研成果，并且永远离开地风。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吧？是不是该找个话题结束讲话了？可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啊，不然还是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拉拉好感，这样也方便之后……你不必勉强自己，像我向任何人证明一件你早已拥有之物的存在。
是啊，如果真要讲什么，我也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自证了。我已经有太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不趁这个机会大说特说，等老的说不动了，我一定会后悔死。反正也是大家把我投上来的，虽然也有博图帮忙就是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数据之海研究所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站在你们的视角，有我这样的同事一定很头疼吧？明明过着平静的生活，却总是看到一天到晚到处发表不敬神明之语的人在眼前乱晃。甚至现在他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末日就要来了，硬拉着整个研究所一起下水。要是被耍了怎么办？那家伙调皮捣蛋又不是头一次。哎呀，他最后一定会露出阴谋得逞的恶魔嘴脸。我猜大家肯定都这样想过。正因为我是如此让你们操心的人，所以在看到自己的照片被一家报社突然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害怕自己要为叛逆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比如余生都要作为一只畏畏缩缩的鼠鼠，整日徘徊在阴暗的下水道里。但令我意外的是，那家报社竟然很快重新印制了所有未售出的报纸，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了。很奇怪吧？所以我展开了调查，直到惊人的真相在眼前呈现。原来是神明大人、研究所的大家，甚至还有许多素不相识，只是觉得报纸批评的太过分了的人，为我向报社进行了联名抗议，逼迫他们删去了所有涉及我隐私的信息。为我这样讨厌的家伙，明明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除了温柔的蕾耶拉，我绝无可能再结交到其他朋友。可结果登报事件结束后不久，我就在一天之内交到了整整3个朋友啊！虽然他们现在不在这里，但我的心和他们……我想，新理念和新发明一样，大家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它为生活带来的改变，只是需要时间适应它与熟悉的生活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不过，尽管我无比理解大家的想法，可时间不会。灾难将至的当下，如果没有用适应变化这份我们天生具有的能力守护地风，岂不就是在说，比起亲身行动，我们更乐于麻烦我们喜爱的神明？如果大家都能问心无愧的往神明身上注垒辰石一般的爱，那我还要反复蹦跶，继续说大家不喜欢听的话。比如，他是可超越的，能质疑的，应做别的。怀着对神明的爱，我们无惧葬身海底。可若真是为了爱，我们就更应该腾身而起。有蕾耶拉在，我不敢自诩全地方第一喜爱神明大人的人，但我敢说，我绝对排在前3。出于只属2个人的喜爱，我才有勇气相信地风人一定能看到神明所看见的那些本就在我们身上闪烁的光芒。这光绝不只有一瞬，也不会局限于小小的地风，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听见了，所以从现在起，它将点燃整个洛星。回想起来，你还真是贡献了一场很有精神的演讲啊。是吗？我可为此牺牲了不少神经呢。而且，我明明说了要收敛一点，到最后却说了更过分的话。哈哈哈。至少效果喜人。蕾耶拉说，在你不小心碰掉话筒导致炸麦后，整个图书馆爆发的笑声与掌声都能把它一整个掀翻。啊！我就知道，不愧是我。是啊，多亏游云老师，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地风人和蕾耶拉顿足不前的症结，竟都归到了对神明的爱上。
确实，不愧是你，所以待会儿就多多关照啦。游云老师，各位，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好，我们直接开打。说吧，战术怎么执行？我们有一次填充装甲能量的机会，那就都留到谢幕前吧。没关系，我会一起争取时间。这个叫天际轰云破。你的起名品味和克拉丽有一拼。我们的目标是躲在立息后的家伙，大家要小心。你们啊，游云牌重炮组即将就绪，直接发射！呀，干得好，老师！来吧，你最喜欢的群殴桥段。4打3，优势依旧在我。爆！头伸过来，重炮马上就好。Fire！ 哦，真惨！我绝不会帮你瞒着 Bronya 老师。小心！对他而言，这同样是最后的机会。终于来了，速速收工！撕裂吧！你们要留心装甲的情况，简简单单，打的就是逆风诀。速战速决，寻梦者，我明白。这家伙看起来有点眼熟。不撩人，早就说了，火星的计算机生成不出特别的设定。不必鼓掌。基础操作，是。你需要补充能量啊！要尽快结束战斗。白石，至极，不剑发，必中。老师，有办法处理它的外壳吗？让我加大功率。好样的，游云，就这么打。不太对劲，克拉丽。不能被小瞧了，一切小心！居然比预想中还要吃紧。只是打个哈欠。打时开始，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要到极限了。小心，装甲消失的一瞬间会很危险。别担心，这种时候就要依靠大家了。妈妈，游云姐姐，加油！别玩了，好！一个不留！能量网生成还需要时间，撑住啊！看完这个，你们就是年度新闻人物。上了！全地方最厉害的娃娃的本尊。后背，交给我吧。左上，右下，哼，防得住吗？就是现在！一击必杀！游云，好好看清楚，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东西。上吧，游云老师，你给我们滚出地方！这算是解决了。市民朋友们请注意，自然纪念馆的危机警报已暂时解除。感谢寻梦者游云、赫利奥、克拉丽以及全体地方市民。我不行了，晚上没睡成，早上还紧急加班到现在，我要回去呼呼了。明天见。等等，我们是裂隙特工队的组长，也是天命女武神，最起码要先检查完裂隙，再整理好刚才的战斗报告。还是我来吧。先不打扰他们了。
你刚刚好厉害！你们也是啊，多亏有你们帮忙。哪里？其实，在听到纪念馆传来的声响后，大家还是有些害怕。他一想到你们4人正为了地风奋战，我们就放不下心。说到底，你们也都是半大不大的孩子嘛。啊，我不是啊，我是勇敢的大人。谁问你了？所长明明说了，能量手环可以远距离输送能量，哪有你这样勇敢的大人直接杀到纪念馆的？那你不也跟过来了吗？鲁莽的大人。对了，接下来大家可能还要在图书馆或蜀影区待一段时间。如果有需要置办简易家具的事情，可以找居简，他很专业。你好像在拿我的名字进行一种很新的创作，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正在学家居相关的推销技巧？哎，莫非你也看上了这个领域的发展潜力？看气质。怎么样？我很可靠吧？我原本以为你会在安全距离外拍摄独家照片，没想到你会冲到最前线。这就是你不懂了。比起写新闻，我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闻。只有冲到前线，才有机会和你这样的封面人物同框。别让别人知道啊，不然我明天就给你写一篇《地风神明与神秘娃娃不得不说的2、3事》番外篇。请随意，反正我会让别人知道，在我心里，博图也是封面人物。你，这搞得多不好意思啊！不过，既然你那么想让别人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能不能麻烦你把别人的范围拓展到全地方？游云老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这只幼体已经被解决，但在倒计时结束前，还是谨慎一点为上。游云老师似乎有些像真正的老师了。不对，我本来就具有一切老师应当具备的美好品德。那你一定要保持现在的纯粹，千万不要学一些奇怪的东西。是谁指使你说这种话的？是我自己。游云老师，以后千万不要冷不丁给学生发一句“数据呢”，或者回复“我在垃圾邮件里发现了你先前失踪的论文”，也别随便批注“我吃3年致幻蘑菇都写不出这段文字”。我与该生素昧平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出什么问题千万别找我。等等，你在记什么？怎么不继续了？多说点儿，当老师好好玩啊！好玩在哪儿？好玩在能随便玩弄学生的心吗？总之，你以后一定对你的学生要再好一点，他们也很不容易。嘿嘿，我才不！在剩下的时间里，地风的一切都平静如常。直到第21天，灾难也并没有像我看到的未来那样出现任何即将席卷地风的迹象。当天，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读秒，静静等待倒计时结束。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随着我们没有未来污染爆发的冥想，预言了末日的倒计时再一次启动了。末日倒计时再度重启，那未来的样子似乎也足够清晰了。来许愿树前吧，我想和大家说说话。所以这到底算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地风就会遭遇一次这种规模的灾难，那希娜一直以来是怎么度过的？
别说了，克拉丽。希娜，作为神明，伊安娜小姐远比我称职得多。她为我带来了一心的拯救者，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我还是觉得很可惜，我真的在这里等了好久，才见到了长大之后的你。可留给我陪伴你的时间，好像所剩无几了呢。是啊，如果道路通向这样的未来，他就理应偿还从你身上夺去的所有时间。我明明早就把正确答案告诉你了，希纳蒂亚。既然你仍然不愿接受，我也只好代而行之。啊！